来看鬼火村，在这个诡异出没的末世夜晚里，陈凡正忙着把宝石磨成粉末，周围的人都嘲笑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傻子，却不知这是他在末世活下去的唯一关键。这妥妥的废柴流开局，下一步肯定要亮瞎反派的钛合金狗眼了。这种反套路的开场白，通常预示着主角要开始扮猪吃老虎了。紧接着他就听到耳边传来一阵带着哭腔的呼唤，原来是那个名为瘸猴的小厮在叫他。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忠心耿耿的铁杆 NPC， 大量不属于他的记忆碎片像灌肠一样疯狂塞进脑海之中，让他明白自己已经穿越到了这个名为永夜的世界，而这具身体的主人正好也叫陈凡。这穿越方式也太简单粗暴了吧，连个系统提示音都不给。在这个被诅咒的世界里，黑夜降临后会出现无数索命的怪物，世人将其命名为永夜，并只能躲在鬼火沟火堆附近求生，而打造鬼火绝非一件简单的事。这设定绝了，没有篝火晚会就活不下去的世界。想要保持鬼火一直燃烧，就需要不断投入这种昂贵的鬼石。陈凡现在的处境可谓是凄惨到了极点，他竟然被自己家族的人陷害，来到了荒原看守站点。这就是传说中的开局一个碗，装备全靠捡吗？作为一个被迫害的陈家少爷，不仅被安排了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而且临走前家族连一枚鬼石都没给他留下，这分明就是想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这陈家人也太抠门了吧，好歹给点遣散费啊。忠心耿耿的小厮瘸猴还在床榻前顶着泪痕沙哑地安慰着他。陈凡挣扎着爬起来，推开木屋大门，看向屋外那团微弱的篝火，目前底座里仅剩3枚鬼石，这惨状简直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这意味着他的生命倒计时只剩下区3天的时间了。换做普通人估计早就开始写遗书或者准备后事了，但陈凡却在此时冷静地思考起杀怪挖石计划。不愧是主角，这心理素质杠杠的。他这副虚弱的身体赤手空拳去杀鬼物，简直和送外卖没区别。于是他先是确认了小厮瘸猴的忠诚度，并画下了一个东山再起的大饼，让这个瘸子深受感动。这洗脑技术，传销组织看了都直呼内行。虽然画饼不能充饥，但确实能让瘸猴鼓起勇气去土坡上揽客。他让瘸猴尽可能挺直腰板，去大声呼喊那些路过的行人，毕竟只有赚到鬼石才能保住性命。这拉客的方式，确定不是在拍什么古装剧吗？瘸猴这个倒霉蛋，冒着生命危险冲出木屋去周围寻找商队。为了在天黑前赶回来，他拼命朝不远处的小土坡跑去，希望能在这个荒原上拉到第一笔赞助。这小弟太敬业了，必须加鸡腿。而在木屋里的陈凡，则是把整个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寻找物资。这种山穷水尽的开局，简直比拼夕夕还要难砍。他坐在椅子上，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和思考。这也太穷了吧，连个新手礼包都没有。突然一阵强烈的心悸感袭来，让他下意识推开了木屋大门。此时浓郁的黑暗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天边席卷而来，这预示着无数嗜血怪物的即将登场。这特效可以啊，好莱坞大片既视感。第一次见到这种末日景观的陈凡吓得面色微变，准备喊人，却发现瘸猴正在100米外的荒野上踉踉跄跄地朝木屋挪步，身后还跟着一个神秘的青袍男人。这青袍男人出场自带 BGM， 绝对不是一般人。眼看黑暗就要吞噬两人的身影，陈凡没有丝毫犹豫地冲了出去。这波英雄救仆的操作虽然看起来很勇，但其实他心里也慌了一批，甚至跑得比平时还快。主角光环开启，逃跑速度 max， 他扛起瘦弱的瘸猴，就朝木屋方向开始了生死大狂奔。终于在黑暗掠过后背的一瞬间，成功冲进了金色的保护圈。两人气喘吁吁地瘫倒在地面上，动弹不得。这生死时速也太刺激了吧，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此时整个站点被如同金色鸡蛋壳一样的光圈完全笼罩，光圈外是伸手不见五指且充满诡异嘶吼的极致黑暗，那种压抑的感觉简直让人头皮发麻，不敢呼吸。这防护罩看起来也不怎么结实啊，能撑住吗？那个身穿青袍的中年男人倒是一脸淡定地打量着营地环境。陈凡强行平复心情后，上前索要1枚鬼石的留宿费，没想到对方竟然非常爽快地直接掏钱。这大佬也太好说话了吧，简直是末世里的活菩萨。随着这1枚鬼石到账，陈凡真正的金手指终于被正式激活。他发现自己竟然获得了传说中的永夜领主面板，可以通过消耗鬼石来强化领域内的建筑。金手指终于到账了，这下可以起飞了。这个消息简直比中了500万大奖还要让他感到兴奋不已。于是他立刻从火堆里取出原有的2枚鬼石，并和新到手的握在一起，开始准备施展领主神技。这领主系统听起来就像是在玩什么塔防游戏啊。在瘸猴难以置信的注视下，2枚鬼石竟然快速融化成乳白色粉末。这些粉末在半空中凝固成了一个坚固耐用的钢制捕兽夹，这种魔术表演简直神乎其技。这捕兽夹能夹住鬼物吗？
我表示严重怀疑。薛侯兴奋地认为自家少爷觉醒成了万中无一的建筑师人才，只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回家族，就能立马享受最好的待遇。但陈凡却对此流露出了一丝轻笑，这小弟还是太天真了，家族哪有自己当大老乡？他并不打算回到那个充满排挤和冷眼的陈家去当受气包。他小心翼翼地将地上的捕兽夹放置在光圈边缘，并一脚踢进黑暗，静候着明天早上的丰厚回报。这就叫放长线钓大鱼，坐等收网。第二天清晨，光圈散去后，荒原上果然躺着一只死去的猴头鬼。这个看起来颇为小巧的鬼物，正好好被卡在捕兽夹上，成了陈凡在这个世界的第一笔猎物。这捕兽夹威力可以啊，首杀达成。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底牌，他迅速把鬼物尸体藏进了草垛里。随后那个青袍男人走出来说，自己昨天是因为看他们揽客拼命才留下的，并送了一张珍贵的地图。这大佬不仅给钱，还送装备，太给力了。男人临走前还许下承诺，如果3个月后陈凡还没死，就会真正帮他一次。看着大佬离去的背影，陈凡心里明白，这张实时更新的地图才是真正的保命好宝贝。3个月后的约定，这不就是网文里经典的套路吗？确定对方走远后，陈凡赶紧让瘸猴解剖尸体，取出手里的鬼石。这个猴头鬼虽然级别不高，但他后脑勺里的那枚鬼石却是实打实的。陈凡现在的家底总算丰厚了，这摸石摸的也太熟练了吧，简直就是老玩家。由于瘸猴受过3年的专业培训，所以对各种鬼物的弱点那是了如指掌。陈凡甚至想起，原本自己家主对他寄予厚望，却因为觉醒失败而将他彻底冷落抛弃。这反派家主早晚会被打脸的，拭目以待。不过现在拥有领主系统的他，已经不在乎那些过往的屈辱了。他坐在椅子上盯着那个捕兽夹，陷入沉思，并要求瘸猴编制几条结实的麻绳，准备晚上大干一场。这是要搞个捕鬼陷阱阵吗？陈凡独自离开营地，前往最近的一个鬼火站点，打探敌情虚实。他发现那边的2级鬼火不仅安全范围更大，而且还开垦出了一片绿油油的配套农田区域。这2级站点条件不错啊，看来升级还是很有必要的。刚回到营地没多久，2个看起来就不太友好的邻居就找上了门来。领头的王奎站长面带虚伪的笑容，打探陈凡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暴利的商业风声才来的。这邻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想来分一杯羹，门都没有。陈凡这个所谓私生子的身份很快就被王奎的手下给当众拆穿了。对方得知他是个毫无威胁的弃子后，态度瞬间变得敷衍，并带着人迅速转身选择了离开。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吧，等以后有你们好看的。正当瘸猴提议要不要先下手为强除掉这个潜在的商业竞争对手时，一个古铜色的壮汉却拉着一辆堆满大缸的板车，笑呵呵地出现在了他们营地门口处。这壮汉是来送外卖的吗？这物资送的也太及时了吧。对方解释说，这是之前王站长借用的食物和水，现在奉命连本带利归还。瘸猴看着大缸里满满当当的物资，咽了口唾沫，并严重怀疑这玩意儿肯定是被下了毒。这小弟警惕性挺高啊，不愧是末世生存专家。陈凡却认为，对方既然知道了他的身份，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搞这种小动作。他在缸底发现了5枚亮晶晶的鬼石，并意识到这其实是王奎在对他进行投资。这王奎也太会做生意了吧，这风头做得溜。这份突如其来的天使投资让陈凡短期内不再需要担心食物和饮水的问题。他打开面板查看了目前可以打造的5种基础建筑，并陷入了纠结的选择困难症。这系统商城东西挺多啊，我也想体验一把基建狂魔的快乐。10枚鬼石1米的城墙目前是绝对造不起的，所以他决定先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他又制造了3个1级捕兽夹，把家底清空到了分文不剩的穷光蛋状态。这投资策略可以啊，先猥琐发育再惊艳所有人。夜幕降临后，2人紧张地待在金色光圈里，像极了守株待兔的资深老猎人。陈凡负责拉动麻绳进行钓鱼式作业，而瘸猴则负责对拉进来的怪物进行补刀。这套路怎么感觉像是在玩植物大战僵尸啊？这画面感觉了。第一只被拉进来的活体猴头鬼还在用力挣扎试图反抗，却被一旁的瘸猴手起刀落地，瞬间刺穿了嘴巴，当场领了盒饭。2人配合的可谓是默契到了极点。这小弟身手不错啊，没白吃那么多大饼。今晚的收获非常喜人，让陈凡仿佛看到了滚雪球般的报复，未来在向他招手。紧接着又有一只猴头鬼掉落了一团散发着神秘白光的鱼卵状奇异种子宝物，这爆率也太高了吧，这是要发家致富的节奏啊。面板提示这竟然是能增强身体素质的猴头菇种子，且必须种植在农田里，不需要什么鉴定师陈凡，自己就看得明明白白，并将这宝贝小心翼翼地塞进了怀里。这系统还自带鉴定功能，简直不要太贴心。忙碌了一晚上，
共杀死了37只猴头鬼，让陈凡的腰包瞬间鼓了起来。他在收回捕兽夹时，发现上面挂着一缕坚硬的白色猴毛，并预感到了更大的危机来临。这波操作稳赚不赔，看来大 boss 要出场了。他意识到普通的陷阱可能困不住这种鬼物首领，于是果断砸下10枚鬼石开剑，一座能够自动攻击进入鬼火范围内所有鬼物的强力箭塔在营地中心拔地而起。这防御塔建得太霸气了，安全感爆棚。为了不被那个未知的大家伙一锅端，陈凡还把箭塔直接升到了威力更强的2级。看着顶部巨大的连发弩箭，他内心的安全感瞬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反馈。这火力配置，就算是丧尸围城也不怕了。就在这时，一对自称落难母女的可怜人来到营地门口，哀求陈凡能留宿一晚。陈凡却在即将落山的太阳余晖中，对着他们露出了一个极其阴冷残忍的笑容。这剧情反转也太快了吧，这是要辣手摧花吗？他拎起长矛对着那可怜的母亲，当头就是一枪穿透，并迅速解决了逃窜的小姑娘。这对母女在死后竟然快速缩水，变成了如同死婴一般极其瘆人的伟人鬼物。这怪物设计也太重口了吧，吓死宝宝了。这波精准反杀让他们掉落了一枚名为建筑复制石的高级医宝。陈凡直接用它复制出了第2座2级箭塔，让旁边的瘸猴看得当场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这暴露简直逆天了，这波操作太秀了。一股近乎2米高的庞大猴头鬼带着强烈的黑气威压，在此时悍然冲进了营地。2座箭塔齐齐调转方向，对着这头庞然大物开始了疯狂的弩箭洗礼输出模式。这 boss 出场的气势绝了，箭塔大显神威。虽然这只大家伙重伤逃走，让陈凡觉得有些可惜，但今晚的猎杀还必须得继续。结果第2天一早，他在木屋外发现了这只流血过多而死亡的巨型猴头鬼尸体，这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吗？这波赚麻了，这波越级反杀直接让他挖出了足足17枚鬼石，以及一个鬼石矿脉的特殊种子。陈凡直接把鬼火升到了2级，并将安全范围一口气扩大到了直径20米远。这升级速度也太快了吧，做火箭都没这么快。他又通过骚操作把农田也给整了出来，并让瘸猴把那堆猴头鬼尸体埋进去当肥料。正当他计划着大基建时代来临时，王奎站长却再次带着一脸懵逼表情上门。这肥料也太恶心了吧，不过王奎这表情真是笑死我了。王奎看着2座威风凛凛的箭塔，顿时坚信陈凡背后肯定是有牛逼的建筑师在撑腰。为了不被提前降临的致命雨季给淹没，他决定带着全部家底来投奔陈凡，这眼光不错啊，知道抱大腿才能活下去。陈凡拿着王奎上缴的鬼石，决定先在无人区打造一处秘密基地，作为战略纵深点。他在暴雨中消耗鬼石，瞬间建成了一座木屋，让瘸猴看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建造速度，这特效简直是神迹啊！今晚的暴雨虽然冷得让人想打退堂鼓，但却意外钓到了大量罕见的蚕蛹状鬼物。2人在雨中疯狂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鬼石资产，简直是忙得不亦乐乎。这波操作简直是雨中送炭，发家致富就靠它了。王奎还顺便把周围其他由于来不及撤离而被抛弃站点的幸存者也都给拉了过来。陈凡直接开启忽悠模式，说自己继承了4级建筑师生母留下的无敌传承，这忽悠大法真是炉火纯青，小弟这下是彻底服了。这一波收拢的人才不仅带来了大量鬼石，还帮他在夜幕降临前建起了一圈石墙。陈凡站在城墙上，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堡垒雏形，内心充满了无限的豪情壮志。这城墙建得太有排面了，这才是真正的领主风范。他大手一挥，把地上的捕兽夹也全给升到了带地刺的2级模式，用来保护珍贵农田。此时远在陈家的那个反派弟弟却在恶毒的诅咒陈凡，今晚就会死在荒原里。这弟弟真是个白眼狼，等陈凡回去肯定要打脸。黑暗中数百头手臂极长的竹竿鬼物发出了摄人心魄的诡异笑声，冲击着城墙。陈凡指挥3级箭塔射出的黑色雷霆，瞬间把这群小喽啰给钉死在了地面之上。这雷霆特效太炫酷了，简直是割草游戏现场。眼尖的小邱发现了一枚掉落的医宝，并冒死冲出城墙，开始了疯狂的100米冲刺。他利用地刺陷阱，成功坑杀了2头螳螂鬼，并带着医宝奇迹般的生还回到了营地。这小弟也是个狠人，为了宝物连命都不要了。这波拿命换来的医宝，竟然是一张稀有的哨塔蓝图，能提供方圆50米的开阔视野。陈凡二话不说直接秒见，并将视野延伸到了黑暗最深处，看到了更多的鬼物。这蓝图简直是探路神器，有视野就是爽。他看见一顶诡异的血红轿子停在营地不远处，并意识到这个女鬼肯定是大头目。为了应对这种级别的危机，他直接解锁了箭塔的高级杀招剑与风暴技能。这大 boss 出场的牌面可以啊，这技能名字听起来就很牛。
成群结队的肉虫鬼像绿色肉球一样，在狂风中翻滚着朝营地发起了这种自杀式冲锋，无数枚闪耀的光剑从天而降，像暴雨一样，将这些绿色肉球给彻底净化了。这技能特效简直拉满了，满屏的绿色汁液太有视觉冲击力了。就在家里的老爹还在怀疑陈凡是不是偷偷觉醒成建筑师的时候，他在荒原上正忙着。他通过铜管管道技术，把鬼火的供暖系统直接铺满了整个木屋的地板下。这末世地暖也是没水了，老爹要是知道，估计要气得吐血。这种在末世里开通暖气的凡尔赛生活，简直让那些上吊自杀的站长们死不瞑目。陈凡还打造了一座能献祭鬼物尸体换取宝物的神秘祭塔，开始了他的新实验。这献祭系统太邪恶了吧，不过我喜欢，又能搞到好东西了。第一批成熟的猴头菇被陈凡拿来分给众人增强体质，并让手下2个难兄难弟分工协作，一个负责种地，一个负责畜牧养殖，在这个荒原上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政权。这基建狂魔终于开始搞农业了，这下吃喝不愁了。周末站长顶着大雨带回了200多枚鬼石以及一堆能堆满板车的珍贵生存物资。陈凡把刚到手的大刀一宝直接丢给了这个武痴手下，并开始准备迎接下一个黑夜。这大刀一看就不是凡品，这下陈凡的势力更强了，期待下一次怪物工程。欢迎订阅，下集更嗨。